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，希望您在这里度过一段轻松愉快的时光。今天我们想为您带来以下新闻。王一博巴黎时装周东北话出圈，哎呀妈呀笑翻全网。今年的巴黎时装周本该是各路顶级品牌、超模与明星云集的时尚战场，镁光灯、镜头与媒体的目光汇聚在同一片舞台，所有人都在展示最精致、最冷静、最无懈可击的一面。然而谁也没有想到，这一届秀场却被一段极具反差感的采访瞬间点燃，而把气氛彻底带偏的人正是王一博。原本以为会看到一位高冷顶留在奢牌秀场稳稳营业，结果他一开口直接破功，一句带着浓浓东北味的哎呀妈呀，让整个网络瞬间笑翻。严肃的时尚后台在那一刻仿佛变成了喜剧舞台，一段几分钟的视频在社交平台疯转，许多人一边反复播放，一边感叹，原来高端秀场也能这么接地气。事情发生在2026年3月10日，当天 ，LO 秀场后台媒体区正进行采访。时装周的后台通常节奏紧凑，明星来去匆匆，采访也往往简短而克制。然而这一次，气氛却明显不同。采访王一博的人是风格一向幽默的刘冲。这位主持人在圈内以会整活著称。他并没有按照传统时尚采访那套严肃的流程，而是全程带着戏剧化的表演感提问。夸张的语气，故意设计的情节，再加上故作神秘的表情，让现场本就紧张的气氛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。面对这样的提问方式，原本表情冷静的王一博一开始还努力保持镇定，但很快就被对方的表演节奏带偏，忍不住低头笑场。就在气氛逐渐失控的时候，他忽然脱口而出一句东北口音十足的吐槽：“哎呀妈呀，这演的！”这句话一出，周围工作人员都忍不住笑了出来。更有趣的是，他还一本正经地补充了一句：“下次你可以站远一点，不要站在我面前说刚碰到。”语气既无奈又带点调侃，仿佛在吐槽好友的即兴表演。短短几秒钟的互动，把原本可能略显尴尬的采访变成了一段极具喜剧效果的小剧场。如果说东北话已经让人笑到不行，那么接下来那句“我不是王一博，也可以是王一博”，更是直接成为网友热议的经典台词。乍一听像是玩笑，但仔细想想却又带着一点哲学意味。面对主持人略带套路的提问，他没有正面回答，而是用这样一句轻松又模糊的表达化解了问题，既保持了幽默，也巧妙避开了常规采访模式。冷静外表配上这种出其不意的幽默感，让人感受到一种极具反差魅力的个人气质。很多网友最初以为这只是临时发生的一段搞笑互动，但很快大家发现，这其实是一个早就铺垫好的连续剧情。从 Chanel 到 Lacoste，再到最终的 LO 秀场，这一整季巴黎时装周里，刘冲都在不同场合设计了类似的电话偶遇桥段。每一次采访都像是一段短小的剧情片段，而王一博则默契地接住对方抛出的所有梗。两人的互动逐渐形成一种类似连载喜剧的节奏，主持人负责抛梗，演员负责接梗。观众在网上追看这些视频时，就像是在追一部轻松搞笑的短剧。于是，一个原本属于时尚圈的小插曲，很快在社交平台演变成热门话题。网友们自发给这段互动起了一个名字“王一博电话连续剧”，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，评论区里充满各种调侃与玩笑。有人说这是时尚圈第一相声组合，也有人感叹高冷逗哏遇上戏精捧哏。在传统印象中，时装周的采访往往端庄、克制，甚至略显拘谨，而这一场互动却打破了这种固定模式，让观众看到了明星在镜头之外更轻松的一面。更重要的是，绝大多数网友都非常清楚，这只是一场朋友之间的幽默互动，并不存在任何恶意。
那句“哎呀妈呀”，这演的也并不是对表演的讽刺，而是一种带着玩笑意味的吐槽。正因为这种轻松的氛围，才让整段视频显得格外真实，没有刻意的设计，也没有生硬的营业感，反而让人感受到一种自然的松弛状态。许多观众看完视频后都表示，这种真实不做作的互动，比精心设计的综艺桥段更有感染力。事实上，这种反差感一直是王一博身上非常独特的魅力之一。很多人第一次认识他，是通过舞台或影视作品，看到的是一个表情冷静、气质疏离的年轻艺人。但熟悉他的人却知道，他在熟人面前往往完全是另一种状态。平时在人多的场合，他显得有些社交谨慎，话不多，给人一种略显高冷的感觉。但一旦气氛变得轻松，或者面对熟悉的朋友，他就会展现出完全不同的一面，幽默、随性，甚至带点孩子气。这种性格的反差，在这次巴黎时装周的采访中表现得淋漓尽致。镜头里的他穿着高级定制服装，站在全球时尚媒体面前，气场沉稳，但一开口却是带着烟火气的东北式吐槽，让人瞬间感到亲切。网友们形容这种感觉就像冰山突然开花，外表看起来冷静克制，内心却藏着一股轻松幽默的能量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这段让全网爆笑的视频，其实发生在王一博创造个人时尚纪录的时间节点。就在同一届巴黎时装周中，他同时出现在3场顶级品牌大秀，并分别以最高级别身份参与合作。能够在同一季时装周中同时获得 Chanel、Loewe 以及 Lacoste 的顶级合作头衔，这在时尚圈极为罕见。长期以来，奢侈品牌之间存在严格的竞业规则，同一艺人同时深度合作多个顶级品牌的情况并不常见。正因为如此，一些海外媒体在报道时甚至用夸张的方式形容这次时装周，说巴黎时装周仿佛变成了王一博周。当然，这种说法带有明显的媒体修辞，但也侧面说明他在这一季秀场中的曝光度确实非常高。从品牌活动到媒体采访，再到社交平台传播，他几乎贯穿了整个时装周的重要节点。更难得的是，在这样密集的行程与高强度的曝光下，他依然保持着相当松弛的状态。时装周期间，明星往往需要在短时间内完成多个品牌活动，几乎每天都要更换造型，参加拍摄和采访。长时间的高压行程很容易让人显得疲惫或紧绷，但在这次采访中，人们看到的却是一个完全放松的王一博。他能够随时接住主持人的玩笑，也敢于在镜头前展现幽默的一面。这种松弛感恰恰成为许多观众最喜欢他的原因之一。真正的自信往往不需要刻意表现，而是体现在细节里。当一个人能够在高度关注的场合依然保持轻松自然时，就会让人感到一种稳定的气场。或许正是这种气质，让那句“哎呀妈呀”显得格外有感染力。回过头看，这段视频之所以能在网络上迅速传播，其实并不只是因为一句东北话，它更像是一种情绪释放。在充满精致与仪式感的时尚世界里，人们习惯看到完美而严肃的形象，而当一个顶流明星突然展现出幽默的一面时，这种反差会带来强烈的娱乐效果。观众会在笑声中感到一种真实感，原来在奢华秀场的后台也会有这样轻松的瞬间。对于很多粉丝来说，这段视频也成为2026年开年以来最欢乐的名场面之一。没有复杂的剧情，没有精心策划的炒作，只是巴黎秀场后台一段短短的采访片段，却意外带来了大量笑声。正是这种自然发生的小插曲，让人们记住了那句简单又朴实的东北话。或许几年之后，当人们在回忆这一届巴黎时装周时，除了那些惊艳的服装与舞台设计，也会想起那个突然用东北口音吐槽的瞬间。因为在那个瞬间里，严肃的时尚世界突然变得亲切，
而一位顶流明星也展现出了最轻松、最真实的一面，所以问题也随之而来。当你看到那句“哎呀妈呀”的时候，是不是也忍不住笑了？你更喜欢王一博在秀场上的高冷奢牌气质，还是这种带着幽默感的东北式可爱？或许正是这种看似矛盾的气质，让他的形象显得更加立体，也让一次普通的后台采访变成了被无数人反复回看的欢乐片段。感谢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这条新闻对您有帮助，请记得点赞、评论并订阅频道。祝您生活充满正能量！再见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